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奥妙。你早上醒来，抓起手机，点开外卖软件，叫了一杯咖啡。出门前，你打开打车软件，看着荧幕上那个小汽车图标在街道网格里缓缓移动，精准地停在你的公寓楼下。周末你想去郊外放松，打开导航，那个闪烁的小蓝点一路带着你穿街走巷，避开拥堵。我们对这个小蓝点习以为常，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但是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在你荧幕上温柔闪烁，指引你回家的蓝点，其实是冷战时期为了给核导弹引路，为了在地球另一端侦测苏联核试爆而生的一件终极军事武器。你每天用来找网红餐厅的工具，本质上是一件被退役到民间的军用品。而就在今天，从黑海的波涛到波罗的海的冷风中，从以色列的边境到挪威的峡湾，这套被称为 GPS 的看不见的奇迹，正在被一个个大国当成武器，互相干扰，互相欺骗。连英国国防大臣的专机5月份都被这股看不见的力量搞得在空中变成了一只无头苍蝇，瘫痪了整整3个小时。但是江峰今天要在这里讲的是一个跟14亿中国人息息相关的故事。你一定听过那个关于北斗导航系统是如何诞生的热血传奇。1996年台海危机，中国发射导弹，结果美国人偷偷关掉了 GPS， 导致中国的导弹像瞎子一样失去了目标。于是中国人擦干屈辱的眼泪，发誓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搞出自己的导航系统。这个故事听起来多么让人热血沸腾，多么让人提气。但今天我要带你走进这个故事的背后，是怎样的精心制作的信号欺骗。在揭开那个巨大的谎言之前，咱们得先搞明白你手机里那个小蓝点到底是一个多么疯狂的技术奇迹。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听说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多数人可能觉得那是物理学家在黑板上写的天书，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没半毛钱关系。如果你今天出门用了导航，那你其实就是在亲自验证爱因斯坦的伟大理论。 GPS 是怎么工作的呢？简单来说，你的头顶上有几十颗卫星，它们在距离地面2万多公里的中地球轨道上飞驰，每颗卫星上都搭载着极其精准的原子钟，它们不断地向地球广播自己的位置和时间。你的手机接收到这些信号，计算信号从太空传到你手机里花了多长时间，再乘以光速，就能算出你和卫星之间的距离。只要同时锁定4颗卫星，你的手机就能通过几何三角测量，精准地算出你站在地球上的哪一个经纬度，甚至你的海拔高度。但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麻烦，这个麻烦就是爱因斯坦预言过的。根据狭义相对论，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速度极快，速度越快，时间走得就越慢。但同时，根据广义相对论，卫星距离地球表面很远，受到的地球引力比地面小得多，引力越小，时间走得就越快。这2股力量一抵消，科学家们一算，好家伙，天上的卫星时钟每天会比地面的时钟快上大约38微秒。38微秒听起来连眨眼的时间都不够，对吧？但别忘了，无线电信号是以光速传播的，如果不把这每天38微秒的误差纠正过来，你的导航系统每天就会产生大约10公里的定位误差。第一天你导航去公司，可能被导到了隔壁街区，第2天你就被导进了河里，1个星期后，你原本想去北京喝豆汁儿，导航能把你带到天津去吃狗不理。所以工程师们必须在卫星发射前人为的把原子钟的频率调慢那么一点点，或者在地面控制站每天给卫星发送时间修正指令。你每一次低头看着手机上的小蓝点顺利拐过一个路口，背后都是相对论在默默为你保驾护航。那么这套如此科幻的系统是怎么来的？这就不得不提美国五角大楼里的那场宫斗戏了。时间倒回1973年的美国劳工节周末，当时的美国军方内部各个兵种为了研发导航系统吵得不可开交，大家都想争夺预算。美国空军上校帕金森，这位后来被誉为 GPS 之父的狠角色，在五角大楼包下了一个房间，
召集了海陆空三军的顶级军事技术官员，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闭门会议，史称孤独大厅会议。帕金森这哥们儿是个战术大师，他特意把会议安排在假期周末。为什么？因为这样就能把他在海军研究实验室里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给排挤在外。那帮人当时正在搞另一套卫星导航系统。在这个周末，帕金森拍板定下了现代 GPS 的骨架结构。1978年，第一颗 GPS 试验卫星升空，到了1993年，24颗卫星组成的完整星座终于开始全面运作。为了这个项目，美国政府砸进了天文数字的钱。到1995年的时候，花费已经达到了大约100亿美元。在整个70、80年代，五角大楼里那些管钱的预算鹰派无数次想要砍掉这个无底洞项目。支撑这个项目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卫星不仅能为美国的洲际核导弹提供精确制导，还能装上核爆炸探测器，时刻盯着苏联人在哪里偷偷搞核试验。也就是说， GPS 从骨子里就是美国军方的最高机密武器。虽然到了2000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大笔一挥，取消了对民用信号的选择性可用性，也就是故意降低民用精度的一种干扰手段，让全世界的老百姓都能免费享受到10米级别的精准定位。但你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总开关始终紧紧握在华盛顿的手里。美国人高兴了给你用，美国人不高兴了，或者战场上有需要了，随时可以局部关闭或者干扰信号。2018年叙利亚战场上，美军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就曾直接对某些区域的民用 GPS 进行过降级处理。这种命脉捏在别人手里的焦虑感，为后来全球大国争相开发自己的导航系统，以及咱们后面要讲的那个庞大的东方神话，埋下了一颗深深的种子。既然开关在别人手里，那不想受制于人的国家自然要找破局的办法。这个办法分2种，一种是自己建一套系统，另一种就是学会怎么破坏别人的系统。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最近几年，在全球的各大热点地区，一种看不见的电子迷雾正在疯狂蔓延。在东地中海，塞浦路斯的空中交通管制员们每天都活在高度紧张之中，他们的雷达荧幕上经常会突然冒出几十架根本不存在的幽灵飞机。满载乘客的民航客机飞着飞着，驾驶舱里的导航仪器突然报警， GPS 信号完全丢失。飞行员们在夜空中瞬间变成了瞎子，只能靠着地面管制员通过最原始的无线电语音一步步引导他们盲降。自从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开打之后，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在挪威的峡湾，一辆汽车发生了严重车祸，司机重伤，急救直升机紧急起飞，却发现根本无法在事故现场降落，因为整个峡湾地区的 GPS 信号全瘫痪了。事后调查发现，竟然是因为那辆肇事汽车里装了一个为了逃避公司监控而购买的廉价 GPS 干扰器。就这么个小玩意儿，把一整个区域的救援网络给废了。在乌克兰前线的泥泞战壕里，无人机操作员们欲哭无泪。美国人援助的那些曾经百发百中，号称长了眼睛的 GPS 制导炮弹和智能炸弹，现在频频像醉汉一样偏离目标，直接砸进了空地里。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像幽灵一样，在战区上空撑起了一把把巨大的电磁干扰伞，逼得乌克兰士兵现在只能靠着最传统的磁性指南针，甚至是印出来的谷歌地图截图来寻找方向。这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的现实。国家级别的黑客和军队已经熟练掌握了2种可怕的技术，一种叫干扰，就是用巨大的噪音把原本微弱的 GPS 信号彻底淹没；另一种更可怕，叫欺骗，也就是发射一个虚假的但更强的信号，盖过真实的卫星信号，让你的接收器误以为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巡的时候，为了防止无人机暗杀，他的车队周围经常会自带一个强大的欺骗气泡。当车队经过黑海沿岸的时候，附近海面上航行的外国商船上的导航仪会突然显示，本船正以每小时几十节的速度在内陆的一个机场跑道上狂奔。
这就是典型的信号欺骗。而这种看不见的暗战，最近更是直接打到了西方高官的头上。就在2026年5月底，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去爱沙尼亚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军队。视察结束后，他乘坐着一架达索猎鹰 900LX 专机返回英国。当飞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沿着靠近俄罗斯边境的航线飞行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飞机机舱里的网络突然全部中断，随行记者和官员们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瞬间变成了板砖。更要命的是，驾驶舱里的 GPS 导航系统直接黑屏罢工了。在接下来长达3个小时的飞行中，这架载着英国国防最高首长的专机完全失去了卫星导航的支持，飞行员不得不依靠传统的备用导航系统，在茫茫云海上摸黑飞回了英国。英国军方事后大发雷霆，国防部消息人士直接对媒体放话，这就是俄罗斯人不计后果的干扰。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早在2024年3月，前任国防大臣沙普斯从波兰飞回国时，他的专机也遭遇了整整30分钟的 GPS 干扰。这场无形的战争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0年6月的伦敦，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丘吉尔正在召开战时内阁会议，讨论一个神秘的德国无线电导航系统。这时，一个28岁牛津大学毕业的年轻物理学家琼斯推开双开门溜了进来。这哥们儿迟到了整整25分钟。他是一个邮递员的儿子，在一群叼着雪茄、挂满勋章的皇家空军大佬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他坐到长桌的尽头，听着那些空军将领们在那里胡扯技术细节。当丘吉尔转头看向他时，这个年轻人深吸了一口气，说：长官，如果我从头给您讲这个故事，会不会有帮助？琼斯向内阁揭示了一个惊天秘密，德国空军发明了一套叫弯腿的系统，他们在荷兰和丹麦边境设立了发射塔，向英国本土发射2道狭窄的无线电波束。德国轰炸机的飞行员只要沿着第1道波束飞，耳机里就会听到持续的提示音，证明没有偏航。当他们听到第2道交叉波束的声音时，就意味着飞机正好抵达了伦敦或考文垂的目标上空，可以直接投弹了。英国人的反击是什么？在亚历山德拉宫架设干扰器，发射虚假的信号去干扰德国人的波束，这就是2战中著名的波束之战。从1940年的波束之战到2026年英国国防大臣专机被干扰，技术在变，但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导航权的尔虞我诈从来没有变过。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谁控制了空间的坐标，谁就控制了战争的胜负。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不安全感，欧洲搞出了伽利略系统，俄罗斯重启了苏联时代留下的格罗纳斯系统，而中国则倾举国之力打造了庞大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到这里为止，一切的发展都符合历史的逻辑，但接下来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大地上却长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畸形果实。在揭开北斗系统的那个惊天谎言之前，耽误大家1分钟，看透大国博弈的迷雾需要清晰的头脑，而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我们更需要强健的体魄做后盾。这里向大家推荐江峰的老朋友普瑞堂黑参。普瑞堂严选顶级高丽参，经过独特的9蒸9爆古法工艺提炼，把人参的精华最大化。它不仅温补不上火，还能有效帮您提神醒脑，增强日常免疫力，是犒劳自己或送给长辈的顶级滋补佳品。如果您喜欢并想支持江峰的节目，请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结账时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重磅福利，单笔订单购买满$500，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整根黑参，多买多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应对这个魔幻世界最大的本钱。好，咱们话说回来，看看1996年的台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你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稍微搜索一下北斗为什么会诞生，不管是热血沸腾的军事论坛，还是几百万播放量的科普视频，甚至是某些地方电视台的节目里，
你都会听到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故事模板。这个故事有2部曲，堪称是一场完美的民族悲情大戏。第一部曲叫银河号之耻，那是1993年的夏天，中国一艘名为银河号的货轮满载着货物正在印度洋上航行，目的地是中东。突然美国政府指控这艘船上装载了可以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要运往伊朗，并且要求立刻登船检查。中国政府当然严词拒绝，说我们是正常的商业运输，绝无违禁品。故事的高潮来了，传闻中美国人见中国态度强硬，直接使出了杀手锏，他们在印度洋上空局部关闭了 GPS 信号，一瞬间银河号上的导航设备全部失灵，这艘巨大的货轮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茫茫大海上失去了方向，动弹不得。高温、缺水、食物短缺，船员们在煎熬中苦苦支撑了几十天，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屈辱地同意美国人登船检查。虽然最后美国人连根化物的毛都没搜出来，但这笔账被深深地记下了。如果说银河号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第2部曲就是一把直插心脏的尖刀。这就是著名的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1995年到1996年，因为李登辉访美并抛出相关言论，台海局势剑拔弩张。为了震慑对岸，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了代号为联合96-1的超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的重头戏是向台湾本岛周围的海域发射最新型的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按照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版本，当时的画面是这样的：第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犹如利箭出鞘，精准无误地命中了预定海域。指挥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将军们点头微笑，觉得这下足以震慑台独势力了。紧接着第2枚、第3枚导弹按计划发射，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雷达屏幕上这2枚导弹在飞行中途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完全偏离了轨迹，最后竟然奇异地失踪了，落点偏出了几百公里之外。指挥所里瞬间死一般寂静，将军们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经过紧急排查，最后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咬牙切齿的结论：美国军方在导弹飞行的关键时刻，对台湾海峡上空的 GPS 信号动了手脚，人为改变了导航坐标，导致导弹失去了目标。与此同时，美国的独立号和尼米兹号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台湾周边海域，而中共军队因为没有自己的卫星导航，不仅无法精确打击，甚至连对方的航母在哪里都无法实现全天候的精确追踪。在这个传说的结尾，无数军工人和将领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们一拍桌子，发下毒誓：打击别人，命脉怎么能捏在别人手里？就算我们不穿裤子，不管花多少钱，也必须搞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于是北斗工程在悲愤与屈辱中强势上马。这个故事逻辑严丝合缝，情感层层递进，有反派美国的傲慢，有主角中共的屈辱，有绝地反击的觉悟。它太符合中国传统叙事中卧薪尝胆、知耻而后勇的套路了。这故事真的很燃，只有一个微小的问题，那就是它几乎全是编的。而且最早站出来把这个神话扒得体无完肤的，不是什么境外反华势力，而是中国自己的顶级导弹专家。咱们先来拆解最核心、最让人血脉奋张的那段戏。美国人关了 GPS， 导致1996年的东风导弹打偏了。要戳破这个谎言，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内部情报，只需要一点点初中物理知识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主角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这是一种什么武器？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就像你用力扔出一块石头，发动机在初始阶段把它推向高空，燃料耗尽后，它就沿着抛物线在大气层外飞行，最后重返大气层砸向目标。在1996年那个年代，东风15采用的制导方式叫做惯性制导。什么叫惯性制导？导弹内部装有极其精密的机械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从导弹发射升空的那一刻起，这些仪器就开始自动测量导弹在3个维度上的加速度，
然后通过微积分数学运算实时计算出导弹当前的速度和位置。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独立、自主的系统。二战时期，德国砸伦敦的 V2 火箭用的是惯性制导。冷战时期，美苏那些能毁灭地球几百次的洲际核导弹核心也是惯性制导。为什么？因为核战争一旦爆发，所有的外部信号，包括无线电、卫星，都有可能被电磁脉冲摧毁。唯一靠得住的只有导弹肚子里那套不依赖任何外界信息的纯机械电子陀螺仪。所以明白了吗？1996年的东风15导弹，它的肚子里根本就没有安装 GPS 接收机，它根本就不接收任何外部的卫星信号。一个根本不接收 GPS 信号的导弹，你跟我说因为美国人关了 GPS， 所以它打偏了。这就好比你家客厅的电视机连电源插头都没插，你非要拍着大腿痛骂，说是隔壁老王把你家 WiFi 密码改了，才导致你没看成春晚，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个谎言实在太过于低级，以至于连中国体制内的专家都看不下去了。凤凰网曾经专门就此事采访过中国的导弹与核军控专家杨成军。杨专家的回答非常直白，一点面子都没给那些编故事的自媒体留。他明确表示，东风系列导弹采用的是自主导航的惯性制导，不依赖美国的 GPS， 所以美方也根本谈不上有能力通过关闭 GPS 来干扰我们的导弹。除了制导原理的根本性错误，这个神话里还有几个致命的硬伤。第一，所谓的3枚打2枚偏，第1枚成功后2枚诡异失踪，这种充满戏剧冲突的情节，在任何官方公开的军事资料里都找不到印证。军事演习的发射流程、批次根本不是网文里写的那种为了营造气氛而编造的连续开盲盒模式。第二，1996年美国有没有能力精准关闭台湾海峡上空的 GPS 信号？答案是没有。我们讲过，当时美国军方确实在民用信号里加了干扰，那叫选择性可用性 SA 政策。但这个 SA 政策是全球性无差别的，也就是说，当时全世界所有的民用 GPS 设备误差都在100米左右。美国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做不到在维持全球其他地区信号正常的同时，单独在台湾海峡这块几百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定点精准关闭信号。如果美国真关了，那当时在日本、韩国甚至驻扎在冲绳的美军自己的设备也得跟着瞎。那种指哪打哪的精准信号打击能力，是后来更先进的卫星才具备的功能。编故事的人显然是把后来的技术穿越回了1996年。既然导弹失踪的段子是假的，那银河号因为 GPS 被关而迷路的故事呢？中国网络上有一位网友的灵魂拷问被广泛转发，这句话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很多人。在 GPS 出现之前的60年代，我们是怎么发射原子弹和导弹的？在银河号之前的2战、1战，甚至几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人类是怎么在海上远洋航行的？一艘排水量几万吨的远洋货轮，船上配备着海图、天文钟、6分仪、惯性导航、雷达，它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民用的 GPS 信号没了就停在海上动弹不得。银河号当时之所以在印度洋上停下来，根本不是因为迷路了，而是因为美国人在外交上极限施压，切断了他的后勤补给，禁止沿途国家港口允许他靠岸加水加油。这是一场外交和政治的绞杀，跟导弹跟导航系统没有1毛钱关系。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神话的外衣扒得一干二净，但是江峰要在这里做一个关键的转折。这个神话并不等于100%全是错的，它其实包裹着一颗非常真实且极具战略眼光的内核。依赖别人的系统确实是国防的命门，这一点毋庸置疑。美国人手里的那个开关始终悬在所有非盟国的头顶，而中国的北斗工程从客观的工程技术角度来讲，也确实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国家级战略成就。它发射了55颗以上的卫星，比美国 GPS 的不到30颗还要多，覆盖全球。它还独创了短报文功能，
让渔船或科考队在没有任何通信网络的深海或无人区，也能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求救短信。这是一个实打实的技术硬攻关，是一代代工程师熬夜掉头发拼出来的成果，是国家长远战略规划的胜利。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既然真实的故事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远见，举国体制的资金投入，科研人员的艰苦攻关已经足够硬核，足够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和提气了，为什么宣传机器偏偏要容忍，甚至暗中鼓励去编造一个导弹失踪、国耻血恨的虚假版本？为什么他们连自己实实在在做出来的成绩都不愿意用真相来叙述？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让人细思极恐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要剥开的最深一层洋葱。当我们审视中共的宣传体系时，你会发现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底层逻辑。在那个体制下，要动员社会资源，要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掏钱，忍受苦难，并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仅靠我们做了一个理性的战略规划是远远不够的。理性的规划无法调动狂热的情绪。在中南海那位的眼中，统治的密码隐藏在一条屡试不爽的情绪链条里，百年国耻指向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我们遭到羞辱，然后知耻后勇，然后终于搞出大国重器，最后厉害了我的国。在这个公式里，成就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项成就必须要绑定一个敌人曾经狠狠羞辱过我们的前因。没有敌人的打压，就没有情绪的燃料。北斗的故事如此，芯片被卡脖子的叙事如此，甚至大飞机、航母的叙事，全部都是这个模具里倒出来的流水线产品。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塔尖上那位以及他庞大的宣传机器根本不相信真相本身有感动人民的力量。他们觉得老百姓就是一群需要被喂食情绪春药的乌合之众。如果历史不够悲情，那就篡改历史；如果现实不够屈辱，那就编造屈辱。为了塑造一个永远正确的拯救者形象，他们必须无时无刻不为人民树立一个邪恶的迫害者。当美国人在1996年并没有关闭 GPS 干扰导弹时，宣传机器会在舆论场里帮美国人关掉它，因为只有美国人关了 GPS，14亿人才会觉得屈辱。只有14亿人感到屈辱，北斗的升空才不仅仅是一项科技进步，而是变成了某种执政合法性的神圣背书。这是一个将国家的科技进步与民族仇恨深度绑定的系统性工程。当无数的年轻人看着那篇100万阅读量的网文热泪盈眶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满腔热血刚刚被一个并不存在的历史幻影给精准地收割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江峰为您带来的故事，请务必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这支影片点个赞，并把它转发给您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